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来，吴老二、吴老三，是谁借给你们的胆子，敢跑到我的家门口来发癫？聂总，您是大老板来的，这无锡城里头，全国你喊得上号的，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？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，一个人20-30万呢，说您担保了，我们又找不到你人，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。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了，他借钱关我什么事？面元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也不知道人找的怎么样了。阿姨，你们俩可把我骗惨喽！这下好了，问村里借了快200万，你要是不帮我还，我这一辈子都回不去了。他说是帮你借的，说你担保，还签了名，这个借条上写的是一清二楚。那前2天他喝醉了，跟我们讲全亏了，结果第2天人就直接跑了，这电话也不接，我们不就只能找您了吗？借条呢？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，谁让你借钱了？我给你的钱呢？你1毛不剩全花光了，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好啊，我怕聂成远发现，把我的钱放在你那儿，结果倒好，我直接给了贼头啊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手里连1毛都不剩了。你这管聂成远要吗？真的假的？聂成远担保，那么大的老板会缺这小几百万？当然不缺啊，他只是给我一个口子，快进快出赚点钱花。回头我赚大头，你们赚小头。你这老头不会骗我吧？我骗你个啥？聂成远是我女婿，我要骗你钱啊？方平跟他早就领证了，头不动，大不了我少说点手。挂掉！你一定要把村里面的人都稳住了，千万别把事情闹大了，不能让聂成远听到一点风声，我才管他慢慢要。说不定不会有事的。聂远已经去苏州人家厂里找人了，说不准马上就能有消息了。是聂远来的电话吗？成远，你别出声。成远，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？钱大顺在哪里？是不是跑你那儿去了？没啊，我好一阵子没跟我爸联系了。你怎么突然问起他？真的？那你爸他打着我的名号在村里借钱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是不是有这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说实话。我借了一点点，我也是刚知道。快200万，你说一点点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？聂远，是聂远，他跟我说有个投资，说是万无一失，让我拿点钱给他投。
一开始的确捐了，连本带利都还了，没想到后来再投进去，那2个人就跑了。程远，我也是被骗了。聂老板，怎么说嘛？你看，您要是不认，我们只能贴网上了。这不能钱被骗了还憋着，总得出口气嘛。把这条，还有他们的转账记录核对清楚，处理一下。这个还是聂老板聪明。你看这事儿闹大了，多丢脸面，他不好看呐。那除了本金，我们的利息，还想要利息？你们心里面清楚。这些钱跟我没关系，我1毛钱都可以不给。想要利息，就1毛钱都别要了。你去跟钱大叔打官司吧。哎，这不是您丈人？我哪里来的丈人？我丈人早死了。今天这些钱我清了，但是没有下一回。还有，今天的事，要是在外面我听到一点风声，我……哎，行，算我们倒霉。这利息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不同意。牢里头他们的钱你得给，利息也给，按银行利息给，以后再问钱大顺要。但是这吴老二、吴老三还有他们这2个不能给。这几个人天天和钱大顺混在一起，会不会他们一起挖坑让你跳啊？我不同意。妈，这事我来处理，你就别管了。你处理个屁！今天你帮他们还了，过几天又要说钱老头欠谁的钱了，你再帮他还啊？你脑壳子坏掉了！真是的，我想来想去啊，只有报警了，让警察出面查清楚，这钱老头究竟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呢？他这是诈骗，把他给抓起来。妈，我们回去说。什么回去说？妈，回去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怕丢人啊？今天这事被你闹的，全村的人都知道了。你现在怕丢脸了？当初你和钱方平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怕丢脸啊？你说说看。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1天上门，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，我没有脸了，我的家风都没有了，我丢尽脸了我。小光，报警！不许报！报！别报！我说报就报！哟！小光，你爸不会被我骂出事了吧？不会的，奶奶，你别瞎想。我爸应该就是一时情绪激动昏了过去，这怎么也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那个钱大顺。对，都怪那个钱老头，还有他自己，你可千万别瞎想啊！我还骂他脑壳子坏掉了，不会真的坏掉吧，小林？不至于的，爷爷奶奶，你们先坐下，等 CT 结果还要一阵子的。爷爷坐吧。好。医生，我爸爸究竟是什么问题啊？你是病人的女儿。嗯。你爸爸右耳的内听道明显扩大，内听道口区有个等密度病灶，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。肿瘤吗？听神经瘤是一种良性肿瘤，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在您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？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，CT 看的不是很清楚，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。大概率是听神经瘤，推测在2厘米左右，属于比较大的类型，但压迫不是很严重，粘连情况应该还好。听神经瘤容易粘连听神经和面目神经，粘连严重的话，可能会引发面部和听力一系列症状。你是省外的医生，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之前是做过几例
听神经瘤的手术。那现在要怎么办呀？还是要先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，确诊了的话就要安排手术切除了。开颅手术吗？那等他醒过来就做核磁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得肿瘤了呢？他今年才50，还年轻着呢。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，什么都好好的。现在呢，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？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。就算要再结婚，也得找个把日子过得好的、人品好的呀。怎么就鬼迷心窍了？跟钱老头子一家人混在一起，这下好了，得了肿瘤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爷爷奶奶，你们别太担心了。医生跟雨森都说了，这是良性肿瘤，恶性非常非常少见，做手术切除了就好了。脑子上开刀，那要受多大的罪呀！爷爷奶奶，你们先吃点东西吧。不吃啊！爷爷，你头还晕吗？我没事儿，都被吓好了。我这是小毛病，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么大个病，都是天天喝酒熬夜，生活不健康啊。你醒了，爸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躺下。没事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护士姐姐，我爸爸醒了，我去喊医生。妈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你别瞒我，实话实说。先说你不要瞎担心啊，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，CT 显示呢，你可能耳朵里长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东西，但是还是要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的。什么东西？肿瘤？不可能！我怎么会得肿瘤？医生，怎么样？现在还有眩晕感吗？好多了，但是右边耳朵一直耳鸣。尽快安排核磁检查。今天还来得及吗？最快也得明天了。这里人太多了，还得排队。我去别的医院做。公立医院人都比较多，但还是建议在公立医院治疗。我有自己的专业的医疗顾问。我手机呢？哦呦，你听小林的，他今天帮你爸看头晕，立刻就好了。他这个年纪懂什么？看看小毛病还行，肿瘤怎么看得了？我的顾问都是专业的资深医生。再说，就是换个环境，回头动手术的医生，不管公立私立，肯定找最好的。奶奶，让爸爸自己安排吧。我说了你还不信？这家公司啊，就短租没多久，上个月就退租了。
安小姐，这么高，穿个红色的外套，眼睛大大的，你上次见过她的呀？您说的这位安小姐，我实在没有印象了。她是你们工厂老板的女儿，上次就是你招待我们的，你对她特别客气，还一直喊她安小姐。厂老板女儿，哪来的厂老板啊？这里不是旁边厂的饭店吗？说专门招待厂里贵宾的。最早是的，但是早就独立经营了，到我们老板手里都转了2手了。不过他们厂招待贵宾倒是经常来我们这儿。那这个厂的老板是不是新安啊？我上网查过的是新安啊。对，但是听说好像他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女儿啊。哎，安丽，你记性好，你记得上个月有招待过一个姓安的顾客吗？就是跟我一起的。我有印象，是不是瘦瘦的，穿了个红色外套？对，他订餐的时候就说叫安小姐，我们肯定这么喊。我记得他来的比较早，特别叮嘱我们说客人比较重要，让我们热情周到一点。他还带我去厂里逛了逛。他们厂检查不严格，找到人带去逛逛很简单的。闺女啊，没事了啊。吴老三说呢，女婿把钱都给我们还了，明天我就能回去了。我就跟你说，早点跟女婿讲，你偏不肯。你打电话问问吴老三具体情况。喂，吴老三，你这个混球啊，怎跑我女婿家闹事去了？我还能欠你钱啊？我就出去玩几天，可把你急的呀，上蹿下跳的。你不要吹牛皮了，好吧？还女婿呢？人家大老板认你这个老丈人吗？啊？人家老板可说了啊，老丈人早就死掉了，你以后不要想在我这里占到1毛钱便宜。嘿嘿，还有你这个便宜女婿，已经气得晕倒，让救护车送医院了。什么？聂成远进医院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聂成远进医院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把电话挂了，他说气昏过去了。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呀。找他欠钱和找上了吗？找不到，到处找不到。厂不是他家的，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，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骗子，真的是骗子啊！那个罗克呢？他也是骗子。罗克也被骗了100多万。他就这么算了？他家里不是有点能量吗？他们想想办法找人呢。我打电话问他了，他说他不在乎，就是他2个月的零花钱，只要他爸不知道就好。哎呦，完了！这下全完了！我把钱全投进去了，这下全没了呀！哎呦，我的钱哟！你这个蠢货，我可比你还惨喽！我一开始只投了20万，后来也拿出来了。后来是你自己要投的，你还冤上我了你！要不是你出去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，老娘还能上这么大的当啊！圆圆，你别怕，村里借的钱，你和我爹啊都帮我们还上了。现在没钱不要紧呐，哎，回过头来再管他要嘛。多多说点好听的。哎呦，真的，宁叔叔都帮我们还了。
他不怪我们，怪你们什么呀？你们也是被骗的呀！几百万在他那里就是小钱。这小子从小就吃方平那一套。没事，方平啊，你再哄哄他，男人嘛，都那样。就怕这次不一样。今天他电话里面的语气就不对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几百万对他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啊？正好他生病了，你好好的去伺候伺候他就没事了。你赶紧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呀。我就不生你！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没人接，明天再打吧。从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，基本可以确诊为听神经瘤，直径2.1厘米，需要手术切除。之前你怎么没提醒我？之前听您说过有头晕耳鸣的症状，但预约了几次检查，您都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有过来，没有经过检查，听神经瘤确实很难判断。当时吃了点眩晕药就好了。那怎么弄呢？上次听人民医院的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啊。听神经瘤手术一般是开颅手术，不同水平的医生做出来的效果差别非常大。我们一般把保面保听的比例当作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志。好的医生能在手术后的长期恢复阶段达到80%以上的保面率，但是在保听方面，目前国内最好的数据是40%左右。什么意思啊？是说有可能要聋啊？那保面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听神经瘤的位置比较特殊，和听神经以及面部神经产生了粘连。理想情况下，手术能够避免面瘫现象，但听力方面，单侧听力丧失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最理想的情况，听力也会相当程度的减弱。听神经瘤切除手术是脑外科手术里比较困难的一项，相当考验医生的手术水平。哎呀，怎么得了这么个病？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史啊！我说姓钱的全家人都在克你，你还不信？帮我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要保住听力。我们已经整理好了最优秀医生的名单，总结了他们的优缺点和成功率。前面几位都是国内的名医，首推天河医院的谭志医生，他是国内颅内肿瘤最权威的医生之一。还有一位医生没有在名单上，因为他比较年轻，才30左右，但是他履历优秀，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，师从国际权威的听神经瘤专家，做过的手术数量不算很多，但成功率很高，保听保面率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。哪家医院的？松山医院，姓林，是神经外科权威李叔子的爱徒。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联系一下他？因为比较年轻，保险起见不是非常推荐，但是可以考虑请他来参加会诊。那就请过来吧，好的医生都联系一下。不用去联系了，联系别的医生吧。你们刚刚说的松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林医生已经好久不做手术了。刘医生，你的信息应该更新一下。啊，这确实是2年前的信息了，之前业内也很惊叹，但是后来我倒是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，正想着去确认一下他的近况。小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奶奶，他说的林医生就是林宇森。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他？姓林的医生不少见，年轻有为的医生到处都是。还有，你怎么现在才到？刘医生都说完了。这刘医生不是提早来了吗？刘医生，是他吗？的确，是林宇森，林医生。聂总，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，
很久才能出一个，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，真不是到处都是的。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？太可惜了。因为车祸，手受伤了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叶总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还有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有事利索的说，吞吞吐吐卖什么关子？城南别墅那边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，问你的情况，说找不到您，我应该怎么回复啊？你没跟他说我在哪儿吧？没有您的指示，我什么都不敢说。不用理会，我不想见到他。还有，他那边暂停一切费用支取。好的，宁总。小公，周然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倩倩，对不起，老板的情况我这边不方便透露，您就别为难我了。程远他对我有些误会，你一定要帮我跟他说说。我真的事先不知道我爸借了那么多钱，你跟他说，我去见他一面，就一面。我一看到他没事了，就马上走，要不我心总是吊着的，我觉都睡不好。对不起，倩倩，老板说他暂时不想见你。这边的房子你可以先继续住着，老板没提这件事儿，但是后续的一切费用都不会再支付了。不可能，程远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他到底怎么了？他是不是被聂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给控制了？法治社会，没人敢的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什么情况？聂成远这个混账东西，难道真不管你了？错了，我那天慌了神儿，我就应该说不知道倩倩的事情。你不知道，女婿肯定不能帮我还钱。现在好了，生活费都不给了，我打的电话一个不听，发的信息一个都不回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见了面，我还有办法说通他，面都不见，我怎么办？妈，要不我去问问一些我医院的朋友，说不定他们能查到聂叔叔在哪个医院。朋友？你那些朋友有个屁用！把你手机铃声关了，叫魂呢。妈，是罗克，是不是找到骗子了？开个免提。喂，罗克，你是不是找到芊芊和赵少了？芊芊个头！去哪找他？是我家老爷子知道了，丫就要报警，老子脸都要丢光了。我跟你讲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要不要一起报警啊？大家一起行个大喜，多一个人被骗，我也没有那么丢脸。报警，能追回来吗？哎呀，有希望吧，就怕抓到他们也把钱花得差不多了。不过能回来多少是多少呗。我想想吧，我要是报警，应该也在无锡。哎，都一样吧，随便你，我也就跟你说一声。妈，要不我们也报警吧？万一抓到人，说不定还能把钱追回来。对呀，报警啊！万一钱全追回来了，那钱不就都变成我们的了？聂成远他要面子，肯定不会问你把这个钱要回去。报警？对，方平啊，你别磨蹭了，不然那两个骗子抓回来了，我们没报警，圆圆刚才那个朋友报警了，骗的钱不给我们怎么办呢？你说的对呀，聂成远连自己的老婆手翻脸都翻脸，以后怎么对我还不知道呢？现在音信全无，万一他人有个什么事儿，我可是半点讨不了好。追回来钱才是真的，追回来的钱都是咱们自己的。宁远，报警！你立刻就去报警。我一个人去啊？你个没出息的！
我跟你一起。奶奶，小光，你来了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出来透透气。你爸这2天脾气坏得很，公司里来的人吧，来一个被他骂一个，哎呦，我都不耐烦跟他多待。他最要面子了，得了这种病，万一后面……他现在肯定很焦虑。之前我也急得很，这2天想开了。不影响寿命，能好好活着就行。人吃五谷杂粮，谁能没点毛病啊？再说了，他心情这么不好，不是更影响病情吗？你说是吧？谢谢你啊，小林，这2天麻烦你跑来跑去的接送小光了。应该的，奶奶。而且公司最近也有很多工作要苏州、南京来回跑，都在一条线上。好的。爸爸的手术医生定了吗？确定了。你爸爸非要等一个外国的医生，那叫什么师啊？威廉·施耐德。对对，还是小林专业。那个医生怎么样啊？施耐德博士是德国顶尖的神外医生，西光发过来的各项检查结果我都看过。聂叔叔听力有所减弱，假如肿瘤与听神经、面神经粘连严重的话，手术难度会很高。施耐德教授恰好在这方面着有研究，发表过好几篇相关神经功能保留策略的论文，选择他来主导，非常合适。我们先去医生办公室一趟吧。这是施耐德博士的资料，聂小姐可以先看看。我们现在对医生的选择没什么意见，就是时间上，如果推迟1周到10天左右做手术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记得我们上次电话沟通的时候，您也是倾向于找国内的医生尽快手术的。理想的话，的确是这样。不过，颅内手术的对象需要保持心情上的平静愉快。既然聂总坚持，我建议啊，顺着他的意思来比较好。我们会随时监控他的身体状况，尽可能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。有道理。谢谢刘医生。那我去看看爸爸，你等等我。好。小林不去啊？爸爸对雨森有点偏见，就不去了，免得大家都不舒服。怎么这么好赖不分？那小光，你待会儿早点走，这也没什么事，别让小林一直等啊。奶奶，我没关系，我在楼下找个地方处理点工作。我没事，就一个小手术，出院后兄弟伙再聚聚。酒暂时喝不了了，没那回事。你是哪里听的谣言？行，我先挂了。爸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你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了不要报警，不要报警，你为什么还要报警？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？什么报警啊？你们还想瞒我？无锡城里都传遍了。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，表面上是慰问我，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。你也长大了，能不能懂事一点，有点大局观？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，哪有企业形象重要？做生意最讲脸面，你连这一点轻重都分不清，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？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，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，你急什么？你胡说什么啊？小光什么时候报警了？不是你们报的警。我听明白了，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，扯到了你身上，许多人就来问你，是吗？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，不是当事人，我们报不了警。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，现在时过境迁了，我们怎么报警呀？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，那是你心甘情愿，我们更报不了警。钱大圣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，人跑了，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。
报警人应该是他们。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，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。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，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，扯到你身上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，反而过来骂我？小光，我的乖孙女，你不气不气啊？奶奶帮你骂他。你是猪油蒙了心，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，现在还没后妈了，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。我不伺候你了，我也不管你了。你不是有钱吗？你多找几个顾问，多找几个护工啊！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，你们才是一家人呐。小光，我们走。你觉得我报警，想要把钱拿回来，不考虑你的脸面？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？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，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，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，职业生涯全毁。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？告诉过奶奶吗？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雨森也是，在知道真相后，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。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？这里头还有小玲的事。小玲车祸是马念元害的，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？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，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。当然，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，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。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，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？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，所以心虚吗？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？叶时光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，可是这些年，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，你把我放在哪里啊？我在南京念书，你来看过我几次？我在苏州工作，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，你来看过我吗？一次都没有来。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，所以他恨我撤回之后对他不管不顾，太无情。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，弄清了事情的真相，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。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，如果他恨我，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？你考虑过这一点吗？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？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？这些真相大白之后，你调查了吗？你安慰过我吗？你惩罚过他吗？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？你没有，你都没有，一件也没有做。车祸的事情，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，甚至在2年之后，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。今天是他们报了警，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，反而怀疑我。爸爸，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？你是在骗我，还是骗你自己？作孽呀！真是作孽呀！你怎么来了？在楼下碰见阿姨，就陪她一起上来了。妈，我在附近办事，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，就来接你了。来都来了，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，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。没想到却听到这些，我觉得我以后
还是绝情一些好。西光，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为什么不告诉妈妈？我那会儿怕你难过，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了。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。小林，对不住。阿姨，跟你和西光，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。你妈妈知道这事吗？我想，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。委屈你了。聂总，你现在在病床上，我就不落井下石了。但是这账，早晚有一天要算清楚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大家一起吃个饭吧。西瓜奶奶一起。小光爷爷一个人在家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那好吧。奶奶，你怎么回去啊？给我安排车了。那我送你到车上。慢点啊！小林啊，等那些事过去了，你一定要再和小光到奶奶家来，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好，我以后肯定会常去的。那我先走了，路上慢点。哎。我们吃个便饭吧。最近你们来回奔波累了，待会儿吃完饭就在家里住一个晚上，别回苏州了。小林也是，别来回跑了，家里头客房现成的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？今天暖阳正浓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
就是场梦而已。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，身边有我陪着你。